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断联的他对于主动联系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有没有打算真的要动出行动了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宇宙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在你的心里面，或者是说在你的印象之中，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好，要来为大家抽牌。好的，首先我们抽到的第一张世界牌。好的，那看来是互选到这一组的你们。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他在对待身边的人的话，其实都蛮不错的，或者是说他会很慷慨的和身边的人相处，或者是他会很喜欢和生活周遭的人分享他的喜悦，或者说分享他个人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人呢，他或许在你们认识他的时候，其他的生活中比较没有发生太多的不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人生基本上在你们眼里面的话，会感觉到还蛮顺遂的，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一种大风大浪。就算真的是有大风大浪，或者说可能真的有一些的困难跟阻碍的时候，你们也会觉得这个人他怎么好像能够顺利的迎刃而解，或者说很能够的去完成他可能必须要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说他可能必须要去面对的每一件的困难。你们会觉得这个人他的身上呢，仿佛就有很多的故事，或者说他对待于人生的方面的话，总是能够用一种比较开拓的心态去看待生活周遭的各种让他觉得是有困难的事情。所以或许那些事情在他的眼里面好像没有困难，但在你的眼里面的话，可能是会让你觉得比较难以去跨越的。所以呢，似乎在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的话，他可能本身呢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在面对说自己的生活中是有很多一套自己的想法跟方式，所以总是能够很顺利的在生活中里面去完成他所遇到的每一件困难，或者说每一个事项。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本身面对说人生的方向的话，是真的蛮清楚跟清晰，比较不会去困惑。如果说真的是有困惑的话，他也很容易的可以有身边的人可以帮助他，有贵人啊，或者说他自己本身是蛮容易会得到许多的启发的。所以意味着说，在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的有智慧，而且他也是蛮积极向上，所以他在你们心里面的话，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会算是一个还蛮有自信心，或者是说对人生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好，我们抽到的第2张愚者，所以又再次验证了，因为世界牌的后面的话就是愚者了，所以表示说，其实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对你们来讲的话，他这个人好像天不怕地不怕，或者是说，就算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能够去阻挡他人生的往前进。然后他虽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程度上的难过，可是也不会到说完全的想要去放弃。然后再就是你们会发现，觉得说这个人他遇到难过的事情，或者说他心里面比较放不下的那个疙瘩的事情的时候，他这个人蛮容易会躲起来，比较不会去和身边的人分享他碰到困难，或者是他觉得最难过最悲伤的事情。如果说当他愿意去分享的时候，通常是意味着这件事情是已经解决了，或者说是已经快要解决了，比较不会是问题的当下。如果说他在问题的当下跟你讲的话呢，通常是意味着
他只在跟你分享，他没有让你拿出什么样的解决方式，那可能对你来说会很紧张，或者说你希望他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他，可是对他来讲，其实他要的并不是这一些，他要的只是跟你去分享他的事情而已。所以因为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说身边的人的话，会容易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很真诚，或者是说会让人容易感觉到，这个人是无害的。对，所以这个人他本身所带给人的感觉的话，是会让人觉得说蛮舒服的，并不会到像很多那一种有防备心啊，或者说不好靠近，或者说不好去攀谈。所以这个人个性呢，会让人觉得非常好相处，或者说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跟放心，因为他就是会有一种大咧咧的感觉。所以事物看起来的话，心中所想这个人呢，或许有很大几率会是像双子、天秤、水瓶这类的星座比较多，就是属于风象的星座会偏多。好，那抽到是权杖六。好，那权杖六的话呢，就表示说，这个人的话，在你们脑海里面，他是很容易在面对说自己生活中事情的话，他可能会硬撑，或者是说他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去默默承受，比较不会去找身边的人帮忙。所以当他在遇到痛苦、难过，或者是说悲伤的事情的时候，就刚刚前面提到的，他容易会躲起来，然后就一个人暗自的流泪，然后就会自己想办法看如何去解决。但如果说他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或者说他真的需要有人可以帮助他，希望有一双手可以去给他一点力量，或者说去推动一下的话，那么他还是会主动说出来。只是在基本上来看的话，他这个人呢本身不太会让别人知道他到底真正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他也不太会主动让别人去知道，就是他这个人本身会把自己内心里面真正秘密会藏得还蛮深，可是表面上又让人感觉到这个人好像没有秘密，或者说可能这个人就是不会想太多，或是这个人想法上面就是非常的正向，就说他好像人生中不会有太大困难，但实际上呢，他是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任何的痛苦，或者说任何让他觉得比较难以去承受，或者说生活中遭的各种的事情。所以看这个就是外表让人感觉到是非常的坚强跟乐观，但实际上的内心里面呢是非常需要有人可以去疼爱的。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呢，你们对于说选到这组的人，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你们是大概会有这些想法，或者说会让人觉得有所共鸣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选到这组的你们，那我们今天的话是看对方他在对于主动联系你的这一件事情上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并不代表是他的行动力，只是在一个他个人的想法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先从他的想法上面看看说他的意愿程度，或者说他主动级的那个几率会有多高。那当然这部分就是由你们个人去判断，因为还可能要结合一下他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但这性格部分的话是要由你们自己去判断，可能会来的比较准一点。我们来去往下看，那就说这个人他在对于说主动联系你，他的想法会是如何呢？好，首先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战车。好，那表示说，其实你心中想这个人，他在对于说，主动联系你这件事情的话，他其实有想过非常多次，或者是说他有考虑过说，是不是真的要主动找你们。那不得不说是第一个的情况是，可能他身边有其他的对象，让他会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决定。那第二个就是有可能在他生活中呢，他的亲朋好友，或者说他可能考量到别人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感觉、感受，或者是看法的话，可能会比较不看好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所以那他就不觉得好像断联了，在复联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太大的差异，就不会对于关系有造成很多的影响。然后在第三个部分就是他可能生活中有其他的事情让他觉得更重要，或者说他对你就是没有那么的喜欢，没有那么的想念，所以他就也不会想要太花心思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所以在对着主动想你这件事情的话，他的行动力呢，基本上是真的看起来啦，是还蛮低的。然后他目前的生活中，他
的状态的话，其实是蛮稳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能够把他自己一个人顾得好好的。或许是因为在他生活中的身边就已经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是能够照顾得到他，或者是能够对他还不错，或者是能够去留意到他的身心灵状况，就是说他其实会把自己的生活中的事情是填的还蛮满的。那如果说我们撇除掉刚刚提到的那几个状况的话，那就基本上这个人是真的还蛮想要联系你们。那就也不得不说，他其实对于说要不要联系你们这件事情的话，他本来就想的比较多，会想的比较远。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如果说跟你复联的话，两人之间关系上面是不是要稍微重新调整一下，还是说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也不得不说，其实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在过往的那些经验呢，那些记忆，或者说那些相处的过程里面，实际上呢是有带给予他很多的回忆跟感受，所以对他来讲，其实虽然呢他现在没有去想要主动联系你这件事情，但是在他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说他一个人自己的时候，就确实真的会还蛮想要去主动联系你们到底如何啊，或者说主动问说你们是不是现在过得好不好的这样的情况。好，那这样我们抽到的是圣杯6，那圣杯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会比较担心说，如果他主动跟你联络的话，那关系上面原本是不是要做一点改变，还是说关系之中他要去为你这段关系负责任？所以如果说你这段关系本来就是暧昧的，或者说这段关系本来呢就是比较困难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人对他来讲，要主动联系你这件事情的意愿就会非常低，因为他会担心他要给你承诺。可是对他来说，这段关系的承诺的话，他事实上是真的还没有想的那么的多，或者是说他也没有那么想要给你们一个答案啦。他看起来就是还想要再想一想，或者说他真的可能没有那么的喜欢你们。那当然，如果他是有其他对象的话，无论是有没有交往的人，那对他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在不同关系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当时间管理大师。对他来讲的话，感情里面他只能有一个对象而已，只有一个人能够让他去付出，或者是说让他愿意去花时间，他比较没有办法把太多时间放在所谓不同人的身上，所以就意味着，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爱情的话，基本上算是还蛮固执的，然后也还蛮死心的。所以只要是被他，一旦他所看重，或者说他所喜欢，或者是说他所痴恋的一个人的话，那么他就会非常的忠诚，然后他也会想要维持在这段关系里面，或者说不管那个人对他再有多糟，他还是会想要去把握住那个人。所以就很明显，就是这个人他在对待于感情的这个部分的话，只要是他所想要的，他就会去努力。但是如果说不是他所想要的，就算你们的感情、你们的友谊再怎么深，你们的感情的相处再怎么长，那一切都是没有用，因为在他的心中就只能放下一个人，或者说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段关系本来是因为被某件事情给耽误住的话，他也会觉得这或许是命运中的安排，或者也是他觉得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抗拒发生的一件事，所以他本身的话也是会蛮顺从着生命中的一个湾流去前进，就比较不会是那种看起来啦，目前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像很念旧一样。好，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们抽到的是权杖8。好，那权杖8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呢，就是如果说真的已经分开的话，对他来讲呢，他也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好聚好散。那两之间就是如果说把话讲开来了，那应该就是真的讲开，他就是本身比较不会想太多。对啊，看起来你们学校这组的人，对方好像是不是真的也不太会想太多？那也可以明确到说，你们之前呢所相处的那些的时光，或者说那些的回忆里面，其实他是觉得，
蛮不错的，或者是说对他来讲的话还是仍然非常有意义。所以就算有时候他真的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会去想到你们，或者是说当他看到可能跟你们很相近，或者说很相似的人的时候，他也会很有感觉，或者是说他会去想到你们。但是如果说当他身边真的有朋友啊，或者说当他身边真的有人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也不会想太多，他会比较像是把他自己的状态顾好就好。那他对他来说的话，就是关系里面，如果真的已经分开来，或者说已经真的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他也会希望说你是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或者说你已经明确知道说，他现在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就是他原本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交往过的人的话，那意味着呢，最近他会口味有点改变，就是说他在挑对象或者说喜欢的人的话，比较不会是跟你同类型的人，因为看起来其实对他来讲的话，或许啦，你们就听听参考看就好，就有可能他在对待你们的时候，他跟你们之间相处比较像是说他想尝试看看不同类型的人，或者说尝试看看跟他原本所喜欢的人是不一样的那样的人的话，那是会怎么样的一个交往的模式啊，或者说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相处的方式，所以就也明确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当初在接近你，或者说跟你变得比较要好的时候，在他的内心之中，本来呢就是已经有了这一些的预设的立场。所以其实当你们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当对方已经有预设好关系要怎么走的时候，确实在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本来就比较难以可以去控制对方，或者说比较难以去操控着这段关系。所以很明显是这段关系里面一直以来呢，所有的主控权、关系的主导权、关系的前进的话，都是依照对方、依照他的想法为主。对，所以看起来心中所想那个人，他会觉得只要是决定好事情的话，他基本上也不太会想要去做任何的改变。好，那下一张我们抽到的是钱币6。好，那钱币6就表示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其实也是蛮希望两个人是能够，有一个人是照顾的那一个人，然后有的人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是被爱的，一个是希望爱人的。所以如果说你们个性上面本来就比较不是被爱的那一种，或者说爱，就是说要主要看他了，但看起来就是他希望自己是无条件可以接受别人的爱，或者是说可以接受别人对他的好，比较不会像是那种会想要自己去寻求努力去经营一段感情，这个比较像是他在等一段感情来到他的生命里。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通常就是当你们付出越多的时候，那确实对方他也不太会去尊重你们，或者是说对方可能也不太会去意识到你们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呢，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只会认为说，哇，少了一个人可能可以陪我一起去聊天，可能少了一个人可以陪我一起去逛网美店，或者说少一个人可以当我的摄影师，或者少一个人可以开车了之类的。就是其实在你们过往的相处过程之中，你们应该多多少少是有感觉得到，这个人他每次在跟你相处的话，通常都会有一种好像在挑啊，或者是说如果真的是比较没有符合到他心里面所期待的话，他又容易会用这种比较严苛的态度去看待你们，或者说他这个人又会突然消失不见。就是你们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怎么每次接近你们，或者说跟你们相处，都比较像是可能有带着一种目的性，或者是说比较希望可以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然后这个人他在想要回馈给你们的话，其实会比较少，或者是说也是很有保留。那你就看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现到，其实他在对于回应你们很多事情的部分上的他的态度上，或者是说跟你互动这部分，他会显得比较懒惰，或者是说会显得比较难以去靠近跟接近，就是因为其实他自己心里面呢是已经把他的那个样子去塑造起来，所以这段关系里面也很明显就是比较难以去推动对方
他是非常的在乎他自己，或者是说他是非常的以他个人为主，以他个人为重，对。所以你要说他到底有没有，他有想过啦，想过要联系你，但是其实也看起来这个几率是真的还蛮低的。好，那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的补充牌。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五。那圣杯五意味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已经断联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对方他有的时候想到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还是蛮在意的。然后你们这段关系曾经所带给予他的伤害，还有成长这部分是蛮重要，是在这组的里面特别多的讯息，就是因为过往这段关系里面，虽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有很多可能让他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事情，或者是你们这类型的人是他曾经可能比较没有遇过的。那在这段期间的话，其实他反而有意味到说自己有很多缺乏的部分，或者说自己有很多需要重新去调整思考的地方，所以因此呢，对于他来说，和你们之间相处，虽然目前的结果跟状态是比较不好的，可是也是因为有你们的出现，让他去重新的意识到说，他还缺乏什么，或者是说他有一些观念必须要去改变，要不然他的人生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因此对他来讲的话，当跟你相处的过往的里面，他反而会希望说自己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是说，确实有时候新的思想、新的想法进入到他生命里面，一开始呢，他是比较抗拒的，或者说一开始他是比较不愿意去面对、去接受，可是会反而在你们这段已经断联的、快要接近断联的那个时候，他才发现到说，其实自己有很多地方一直来都想错了。或者说一直来所意识到的、所意会的都是错误的东西，所以他反而会在你们断联之后一直不断的去修正他自己，所以可以很明显就是说，对于这个人来讲的话，重新去认识到一个自己所未知的世界，或者是说重新去意识到可能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那样的领域的话，这对他来说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心里面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是蛮感谢有你们的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因为有你们，他才会意识到其实自己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变得不一样。那确实对他来讲的话，他还是蛮想念你们。可是因为如果说是圣杯五的话，他本身行动力是没有的，他只是在内心里面自己一直去打转，或者是说自己一直不断的去想，所以也很明显就说选到这组的你们，看起来对方他在对于说想要联络我们这件事情的话，目前是也还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打算，那也是比较是在于说，像是一个内心心灵里面的一个回向，或者说一个忏悔，对，就看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他的忏悔。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就可能他的忏悔的力道不够强。好，我们来看下一张，钱币八。钱币八意味说，这个人呢，他蛮重视他自己现在的生活跟他目前的状况。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呢，就是在工作上认识，或者说是在跟商业场合上有认识的话，那他可能会比较担心说，会不会你们断联这段期间会对他的生活工作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如果你们本来就掌握他一些在工作上的秘密的话，那他一定也很担心说，你们会不会把他的秘密给抖出来了。所以因此目前现在他会除了在这个工作上面非常的发光发热，或者说非常的努力之外，他做人方式的话也会变得比较小心谨慎，或者是说比较不会去踩到别人的地雷，或者是说他会尽可能让自己变比较低调一点。所以呢，这个人他目前的生活重心的话，就是在他个人的生活的状态、成就，或者是说如何去赚到更多的钱。那也因为说，其实可能他最近生活的话，可能都会是比较跟他所熟悉的人，或者说所熟悉的朋友一起出去，就也比较不会是跟不认识的人，或者说去认识新的人的话，这件事情本身对他来讲，以目前来看啦，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去敞开心房，因为他心里面有时候还是会想到你们，虽然他前面的态度上面是会比较像是过好自己，可是有时候当他去认识新的人，或者说去接触到新的人，可能别人对他好的时候，那他可能会去想到你们，那想到你们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好像其实自己也没有到多好，或者说可能自己呢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有办法去走出你们过往这段关系里面，可能所带给予他的成长跟课题，还有他要如何去跟新的人多交流。其实也可以看起来说，这个人他虽然本身呢还蛮渴望，可能可以有一个人陪伴着他，或者是说还蛮希望可以谈一场恋爱。可是对于他来说，如果真的要去跟对方成为一段有承诺上的关系的话，其实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他心里面是还没有办法完全去放下这一切，然后他还是会需要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去处理好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的门槛跟课题，也可以是说，因为跟你们相处过程里面，他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很重要的课题，或者是说他要去改变的地方。那就算真的他要跟别人相处的话，他也是要先以他自己可能要去做好的那个部分为主。对，因为这个人的话，或许他在对于情感部分稍微会有一点吹毛求疵的这个状态。好，我们看下一张塔牌。那塔牌意味说，其实对方他现在心里面确实是还没有完全走出来，你们过往这段关系之中，或者是说你们过往的这段缘分里面，因为曾经这段关系可能所带给予他的冲击，真的没有到非常的小。那关系中的一个结束，或者说关系中的断开断联的话，在他心里面真的也不好受。然后现在他可能也比较不知道说该如何去面对于你们。所以当我们可能真的非常想要知道说，对方到底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的话呢，第一个就会是他。不好意思，不敢来找你。第二就是他可能心里面还没有准备好。第三个就是心里曾经的那一道的门槛可能也过不去。然后第四个就是他的脸皮比较不知道该怎么拉下脸来跟你讲话，所以他现在算是有一种避而远之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想要去见这个人的话，会比较建议你们可能就是真的偷偷的，不要被他发现。然后这个人他最近可能会比较有一点敏感，所以当你们在遇到这个如果说你们还是没什么机会碰到这个人的话，那就尽可能不要让对方知道你们有去找他，或者说你们可能去看他的动态，或者是你们有一直去关注他的状态，因为现在他会比较需要自己一个人的空间，或者说比较需要自己一个人的时间。那如果说你们是在问已经断联很久的人的话，断联很久的意味着通常是超过3个月，然后这边的话是在指说3个月以上，已经有超过3个月以上的人的话，会建议你们就是除非等到有顺其自然的时机，你们再去找对方，再跟对方重新建立一个交流，或者说一个友谊。因为目前对他来看的话，这段关系曾经所带给予他的不好的回忆跟感受，其实现在是还没有完全的消散的。可能是在他生活周遭的话，也有类似的人事物，然后让他去感受到，或者说让他去回想起你们之间的这段过往，可能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因为那只是他跟别人嘛，跟你明明就无关。可是对他来讲的话，有时候还是会去想起你们这段关系曾经可能带给他的不好的回忆，或者是说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冲击的事情。其实他有很努力的想要去放下，可是每当他想要去努力放下的时候，那生活周遭总是会有很多事情去提醒着他。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可以看起来表示说，或许这个人他的情感可能比较重一点，或者说他可能本身这个人比较不会去忘记过往的人事物，所以就会变成是他会比较难以去走出来。对，就是不管在断联多久，1年以上、2年、3年、10年都一样，甚至他有时候都会默默的会去想起你们的这段关系，无论是好的跟不好的都一样。那他想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灵魂在告诉他说，
你们在碰到这个人之后，你有很多地方你要去改变，但你也知道人本身是不太愿意去改变的，所以当他去意识到可能自己去做错了，或是说对，就是做错了某些错误的行为跟决定，那面对说这样的错误的话，他本身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痛苦，所以他就要花好多的时间，慢慢的去让他自己感受上面比较好。然后再宝剑五，所以很明显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本来就会有一种逃避的心态，或者是说他本来呢就会比较不太愿意去面对自己本来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对他来讲，如果说要去承认，就是说如果要去找你的话，就等于说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说去承认他自己以来的想法、一直来的观念可能是不对的这件事情上，因为应该是说对于人这个生物来说，大家其实都会是人才会听这影片。那就是对于人来说，去改变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大部分的人来说，与其要痛苦，那不如选择让自己觉得最安逸舒适的地方，那就是把自己给蒙蔽住了。那这一蒙蔽住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会觉得不好受，可是心里面不好受，至少胜过于说要去面对于那样的恐惧，或者说要去面对一个人负责任。所以呢，对他来说的话，这段关系比较没有打算说可能要去做改变什么，所以他一直在所做的那个决定，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他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处理的方式会不太好，可能去伤了你，也伤了他自己。可是那对于他来讲，他对你有没有歉意？杨会觉得是没有，对，他比较像是说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目前的情况为主，就也不太会想太多，说是不是要为了你这个人负责任，还是说要为了你这个人做了什么，就是会比较像是一种蛮自私的心态，或者是说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状态为主。对，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好像似乎要找你这件事情本身呢是没有太多的想法。对，所以你看到一个女人，她站在一个角落哭泣，所以这段关系的话就很难嘛。好，我们来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力量。好，力量就表示说，其实他自己的话是很努力的去调试他自己的心情，或者是说很努力的去让他自己变得更好。那也不得不说，是因为他是有很努力想要去放下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有很努力的想让他自己去面对说自己人生中遭可能让他觉得比较不好受的事情上。所以因此呢，在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是真的超过3个月以上的话，你们断联的人会建议你们就是先暂时不要再等这个人，先去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那如果说是断联3个月以内的人的话，你们可能可以再等等看，看这个人他有没有机会可能会有再回来的可能性。不过看起来是可能比较有点困难啦，因为他现在就是会比较抱持着是一种逃避的心态，或者是说他现在是比较不想要去改变他自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独角兽神谕卡所为你们带来抽到的是，好，快乐的惊喜。快乐惊喜的话呢，就表示意味着说，第一个是有可能最近这个人会无意之间会找你们会回来，这是第一个解释，是最一个普遍解释。第二就是说，在你们的生活周遭的事情的话，一定会有一些转变跟转机，或者说你们最近可能遇到个新的人事物，或者是让你们觉得很有兴趣、有开心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你们生活周遭最近的话，一定会有一件事情会让你们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是意外的惊喜。所以也会希望说你们可以相信独角兽，或者说相信宇宙，相信你们信仰，他们总是会把最好的人生的方向跟道路为你们指引。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对于爱情这部分会变得比较执着，或者是说会比较不知道该去拥有自己，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对的人，或者说一个对的感情。那生活中的话，或许是因为你们碰到这些让你们觉得很伤心难过的事情，所以才会让你们更加懂得去珍惜每一段缘分。其实就会变成说，你们下一个所遇到的那个对象，他才是会最幸运的，或许下一个人就会是对的人。
对，所以会希望说也不要一直执着在一个旧的不属于自己的感情之中。好，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这一张，好，独角兽。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遇到爱这件事情的话，也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或者是说，不要因为这个人，然后就是失去了你们去爱人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就觉得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个爱情的方向。那并没有到那么的糟，因为在属于你们的感情的话，其实一定很快就会来临，只是会需要点时间去把你们自己给修复好，那才是会有可能的去遇到属于你们真正对的那一份的感情。好，来看一下这张兔子的神谕卡，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在目前的状况的话，如果说你们真的非常想要联系这个人，或者说非常想要跟这个人有互动，会希望说你们还不要做这个决定，对，那也还不要那么快的去说一定要找对方。其实也不是说只那么快啦，就是你们不要一直坚持在这段关系里面，反而是你们这段关系维持在现在的这个状态才会是最好的。虽然对你们来讲比较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最好，但是我们要一起相信信仰、宇宙，还有独角兽这些神谕卡所给予我们的讯息，就是其实未来生活中一定会让你们遇到属于你们的快乐。那也虽然不一定是爱情，但至少可以很明确知道说那件事情一定可以让你觉得心里面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抱持着感恩的心。好，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那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到验证牌地方，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好，那洋洋来为大家抽牌。好的，那这句话首先我们抽到的是这是权杖侍者哈。好的，那权杖侍者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们心中所想那个人，这边的权杖侍者的话，看起来他的行动力比维特来说还来得更多。好的，那这句话就代表着，其实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呢，他除了对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是非常的有方向之外，那他这个人呢，也是比较算是有行动力的，所以对他来讲，只要是他所希望想要有的，或者说他希望渴望达到的话，他就会想尽各种方法，然后去努力的实现，或者去努力的达到。那如果说时机点真的还不对的话，他也是会愿意去等待。那在等待过程里面呢，他就会韬光养晦的继续的向前走，或者是说他会韬光养晦的慢慢默默的等待着那个对的时间点到。那书看起来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的性格也是还蛮快乐吗？还是说他本身也是算是蛮正向的？今天的大家都蛮正向的，就是说他本身也不太会自怨自艾啦，就是他会蛮看重他自己的生活的心态跟心情，因为他也蛮担心说，如果说他自己没有把自己给顾好的话，那么是不是他的心情啊，或者说他的事情上面的想法上面就会错？对，那确实这个人如果说当他可能比较心情低落的时候，他就容易会下错决定，也可能是因为他非常知道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才会希望让自己的心情尽可能的不要受到有太多的影响，会想要让自己呢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因为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让他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是说让他自己就失去了很多可能本来是他自己应该要有的那个机会，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真的还蛮可惜的。好，那看到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魔术师。哇，我们看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真的是非常的就他本身呢，对很多的想法上面都是比较愿意去跳脱，或者说会愿意去尝试，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钻牛角尖，
可是钻牛角尖比较是特别说针对于他所执着的那个点的那个事情上面，所以也是因为他比较不愿意去放弃，或者说他这个人本身对于说自己所在意的人事物的话，他会一直很刁钻，或者说他会一直很把自己的心情绑架在那个状态之下，所以有时候跟这人相处，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累，或者是说会比较没办法去理解说为什么他在对某些事情上面的话，他的想法上面怎么会那么的极端啊，或者说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去放开跟放下，这也是因为对他来讲的话，自己的人生里面是需要靠自己努力的去尝试，或者说要靠自己努力的去争取、去把握，那才会有机会呢，可以得到可能是他所想要的，或者是说他觉得人生只要有努力，其实就是会有这个可以过得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我们看到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九。那宝剑九呢，其实就表示说，其实他外表虽然让人感觉到说是蛮正向积极，或者是说是蛮正面的一个人，但实际上当他在遇到自己的人事物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恐惧，有很多别人所看不到的他内心中的黑暗。你看我们前面2张都是蛮不错，都是蛮比较亮的牌，可是最后一张就非常极度的黑暗。所以呢，这个人他在深夜里面的时候，就会自己非常的痛苦跟挣扎，或者说，如果你们真的蛮不错的话，你们应该就会知道说，对方其实他在对某些事情上面他是讨厌的，那他还是会因为现实的状况，或者是说还是会愿意为了什么样的情形，他愿意去调整他自己，然后愿意让他自己去重新的面对可能他必须要去改变的事情上，可是他心里面本身是算是抗拒的，或者是说心里面其实也不太愿意去接受，或者是说也不太想要去调整他自己，因为他心里面是有些他本来就害怕，或者说本来他就不想要去做的事，可是就是会为了现实中的考量，他也不得不去处理好那件事情上。对，所以对他来讲的话，真的要去跨越那个恐惧，看起来啦比较没有，他心里面那个脆弱的地方是需要有人主动去关注，主动有人去关心他，他才会说出来。如果说要他主动讲出来的话，除非是真的非常要好，要不然基本上他也不会说。对，所以就看你们自己跟他本身的这个状态到底是如何。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部分。那如果说有符合在你们心里面他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请你们选择别组牌咯。好，那么来继续往下看，就是你心中所想那个人，他在对于说主动联系你的这个方式的话，这个想法上他是怎么想的？好，那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抽到的是节制牌。好的，那如果说在这张牌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其实对方他心里面是还蛮想要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或者说其实对方他心里面呢是真的还蛮想念你们的，所以呢，我们在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表示你过往你们为这个人所做的各种的努力，或说和所有人的这方面的互动的话，那实际上都是有完全的深入到他的内心之中。那并且如果你们过往是还没有交往过的人的话，确实对方曾经他是有想过要跟你们要交往在一起的这个打算跟这样的一个想法，但为什么后续是没有，就是因为你们或许是有一个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是成为这段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阻碍跟障碍。最尤其如果你们是属于喜欢上同性的人，或者说双性的人，就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首先无论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情况，那对他来讲，当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现在就是像已经断联的话，
他还蛮常会去想起你们在他耳边讲的那些话，或者说你们给他的任何的建议，或者说当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会一直回想起你们曾经所做出的各种的努力，或者是说各种的付出，或者说你们给予他任何所有的建议。简单来讲，就是你们的一颦一笑，你们的任何的举动，其实对他来说，这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分，或者是说会让他一直心里面都非常的纪念，挂碍着你们。对，没有说到纪念啦，就是他非常的心里面总是会想起你们这段过往。那当然，好的跟不好的都会一起想到，或者是说也都会想起来，属于你们就是你彼此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的过往。所以也很明显可以知道说，你们跟对方的话有很高的几率会算是灵魂伴侣，所以两之间就会常常有很多话可以说，或者说有很多话可以谈，或者是说两之间都有很多的秘密都可以一起讲，甚至有时候他会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自己照镜子一样。不过因为镜子我们是属于左右相反嘛，所以对他来讲也会有一种像是互补的形态。有时候相像，但是当可能做了任何决定跟动作的时候，或者说任何的想法的时候，反而两人之间能够把对于说那件事情想法上面是能够有所互补的，或者是说能够看彼此之间是能够互相看到对方所没看到的那一面。所以呢，他也会觉得说很难得可以遇到像你这样的人，或许可能在过往里面他也没有遇过像你这样的人，所以就算你们之间已经没有在联络，或者说真的比较少联络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他心里面就真的还是会想起你们这些曾经那些好的回忆，或者是说任何让他觉得是值得可以继续去深耕经营的这段关系之中。好，那就往下看。接着话筒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七。好，宝剑七的话就意味着说，确实这个人他在过往一定是有对你们不好的地方。那他现在在断联这段期间的话，他也是有好好的去忏悔，或者是说他有重新去改变一些他自己个人的思维跟想法。那目前这个断联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他有很努力的去说服他自己说要去放下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但实际上呢，他也没有想要去付出行动，他只是脑海里面这么想。那他心里面是有很多的懊悔，或者是说他心里面确实有很多对这段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完全去放下的地方。可是如果他居然没有放下，然后他一直这么想的话，或许有一天啦，他可能真的会想要去付出行动。但是我们目前如果说先从这两张牌看起来的话，比较像是没有，而且他会比较偏向于说一直跟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心中的对话，或者是说他有一直想要让他自己去好好的审视自己内心里面的感觉跟感受。只是目前他会以他不想你这件事情，或者说他没有很渴望你这件事情，先把它当作是一个表层的心里面想法。所以或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如果说他继续一直维持在你们这段关系已经断联的状态之下的话，也是有可能对方会发现到说，其实他真的不能没有你。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他心里面是有这方面的感觉，可是他还是不太愿意去接受，或者说他也是不太愿意去意识到他到底有多么想你，或者说多么渴望你的这个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哇，你们要在这个是女皇牌。好的，那女皇牌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第一个就是有可能他现在身边真的有其他的对象，最尤其如果说你们喜欢的人是男性的对象，然后他是属于异性恋中的人的话，那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喜欢，就是你们是相同的性别，然后喜欢的对方是女生的话，那确实他身边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女性的对象。对，大概有分这两种，反正就是对方身边是有一个女性的对象，是对他觉得会有好感的。所以如果你们是属于同志的人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往这方面的去思考想一下。
那就是说他身边确实有一个女性的对象会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那如果说你非常确定没有的话，就表示他家中的女性的长辈，或者是说比较年长的女性会去操控着这段关系，会去给他对于这段关系上面一个很大的影响，或者是说思想的这个部分。那或许就是因为他本身呢会比较不太愿意去重回你们这段关系，就是因为可能那个人一直去阻挡着这段关系，或者说他跟那人相处的过程之中，他会去反思这段关系到底适不适合就是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到底有没有适合你们自己，或者是说他重回到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是不是也要对你负责？那或者说他是有没有办法去跨越很多人的眼光跟障碍？那也很明显，就说他或许对于那个人的话，也比较第一个就是他可能不想对那个人失望，不想让那个人失望。第二个就是有可能那个人的所作所为跟行为都会去影响到他的想法。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可能他还蛮喜欢对方的，所以他也不太想要去改变他现在生活的状况。大概有这3种，所以你们可能可以去想一下，因为洋洋也不太会希望说你们自己去所谓的带入说对方就一定有对象这样子。因为从牌面上看起来比较没有办法能够确定说到底有没有对象这件事。对，好，那反正呢，就是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确实你们所做的任何的一切，刚刚前面提到的，都在他心里面是有一直盘旋着，或者是说已经有种下那个很重要的种子。那或许也是因为他觉得从你们身上真的也学到还蛮多的事情，所以他心里面的话是有很多的感激呀，或者是说还蛮感谢你们一直在这段关系里面所做的任何的付出。好，那就往下看。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教皇牌。教皇牌的话，所以当我们出现在这张牌的话呢，就代表着说，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他会是选择以比较符合一般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的想法，或者是说他个人一直以来的人生中的观点，或者是一直来所认知的方式来去对待，或者是说来去看待着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如果说这个人他本来就是异性恋，然后你们是属于喜欢同性向的人的话，那这段关系其实对他来说就只能把你当成好朋友。那他如果说要回来找你们的话，他可能就觉得他必须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去做个决定，或者说可能为你负责任。那如果说你们双方之间都是异性恋的人的话，那就要看说他本来在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跟条件，跟想要在一起的那个对象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说他在过往有让你们知道他可能本来在对于说某一些的情感上的条件的对象，你如果说有那些没符合的话，你一定要去达到那个条件，那可能他才会有考虑要回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是，如果说我们这段关系是属于灵魂伴侣的人的话，除非他是非常真的应该说反正他如果真的能够去跨越心中的那个门槛的话，那确实无论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情形，他都会愿意去妥协，去跟你们相处在一起。可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提到说，他身边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去像个蚊子一样嗡嗡嗡的干扰着这段关系，所以洋洋会认为他要去跨越心中那个门槛的话，基本上是属于几率比较低，或者是说也比较难以去跨越。因为他身边的人都一直会去干扰着他，然后去影响到他的想法，所以他也不太想要去做这方面的挑战。然后就是这个人他也是非常的向往情感中最单纯最纯粹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当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他就也不会想要去做任何的冒险，除非你们这个人的特质非常的强。你们特质强意思就是说是他一直可能都没有碰到，或者说他从来都没有遇过像你们这样的人，然后你们是完全都符合到他心里面在想要那个对象的条件。那只是可能在就是说小部分，例如说像性别，或者是说家庭背景，
或者说可能你们的外貌身材这种的是比较没有符合，但其他的东西都有符合的话，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对方还是会有考虑要回来找你们，所以就是完全取决于说看你们自己到底过往曾经对方有没有跟你们讨论过这件事情。如果说对方真的都没有跟你们讨论过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是必须要说，你们确实就是没有符合到他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这段关系中的话，可能他也不会想要去特别做什么，可能他还会想说，就是顺着生命、顺着自然这样子去走。好，来就往下看。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皇后。好，那钱币皇后呢，就表示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过往相处的种种，其实它是能够，都放在心里面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你们在心里面的话，其实也不太容易会被任何人给取代。就说他给你们的那个位置，其实是非常的独特跟特别的。在你们身上呢，他可以感受到非常多的安逸，或者是有稳定的感觉，或者是很喜欢跟你们相处的那种被照顾的感觉。也就是说，他觉得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这段的期间里面的话，他心里面会觉得非常的踏实，然后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感，然后他也会觉得有一种非常的熟悉。同时他在你们的这段过程的相处之中的话，就算两个人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聊，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互动状况之下，只要是你待在他身边，其实他也还是会觉得蛮安心跟踏实的。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在网络上认识的人的话呢，他可能就觉得，你有时候传讯息给他，或者我们讯息上的交流的话，他会觉得很舒服。那当然，这个人的话，可能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还是会比较回归到想要在现实生活中的相处的部分。如果说都只是透过远距离，或者是说文字上的话，其实这段关系本来就很难可以去经营的下去。因为看起来这个人他更希望说是你们能够陪伴在他身边，是能够在他的生活里面这样子打转，然后他会觉得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会觉得就是他能够做他自己，然后他可能也不太需要去思考太多的东西，所以就会觉得非常的放松，会觉得非常的感受到有一股能够受到他人照顾跟关怀跟注视的。然后你们可能也会想要去主动经营这段关系，所以他也不太需要用到他的大脑去对说你们这段关系做了什么，或者说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提升的方式。好，那边抽到的是宝剑皇后。那宝剑皇后呢，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就算有时候关系里面真的是蛮舒适，或者是说是真的蛮舒服的，或是你们能够让他感觉到很有安逸呀，或者是很放心的这种感觉的话，可是还是必须要回归到现实层面，所以也可以知道说，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拉扯。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呢，对方是有家室的人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看起来啦，那种复合几率应该会越来越低。那如果说对方是双性恋的话，你们可能可以再等等看。那如果说是属于你跟对方同时都属于那种很纯的那种喜欢上同性向的人的话，也可以再等等看。那如果说你们两个双方都是异性恋的人的话，对方可能会比较考量到是在现实层面的一些的条件跟外在条件，所以会建议你们可以稍微回想一下，对方到底在过往的时候有没有提出像这样子类似的事情来跟你们多做讨论。然后再就是因为我这边已经抽到了2张的皇后牌，所以意味着说你们看这段关系，你们受到非常蛮明确的啦，就有受到女性的力量去影响整段关系。如果说没有女性的力量，你们确定没有女性这个人去影响到他的话，那就是他内在里面最柔软的那一面，最阴性的能量是在影响着。那阴性的能量的话，就代表着说，在关系里面那种比较优柔寡断，或者说比较会容易担忧，或者说比较担心，或者是比较需要被人照顾关怀的那个心中的那一块的话，那就是会
有这方面的想法去控制着你们的这段关系，就像是好像有部电影叫《断背山》吧，他就讲说每个男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断背山，类似像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心里面每个人都会有那种最柔软、最阴柔的那一面，那只是在一般的异性恋的男生中比较不会那么明显的展现出来。对，那如果说像是因为像如果说是女同的话 ，P 或是 T 其实都多少还是有。那如果说像是同性的1号的话，那他们本身的那个柔软那一面也会像异性恋男生一样，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展现出来。那当然如果说对方版就是女生，就当然也不用这么就是反正就是会有这个部分。所以呢，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就很明显的可以知道说。双方之间，你们2个人啊，在很多事情上面、想法上面，主要是因为在现实层面有很大的考量的因素，才会去影响到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中的进展。所以会建议你们，如果说对方本来就真的很抗拒这段关系，或者说他本来就对这段关系就抱持着一种比较负面想法的话，可能你们要再想想看，到底是真的适不适合值得继续等待。但是因为你们在对方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有人会认为本身这段关系要恢复联系的几率算蛮高的。但只是他恢复联系的之后，关系上的发展的话，会因为你们不同的身份，或者说因为你们不同的性向，会有一个不同的答案。会建议你们可能到时候可以找信任的老师，或者说来找洋洋做个人占卜，会去做一个更深入的探索，会比较建议。好，我们来看往下看，这边好像抽到的是权杖七。那权杖七就意味着说，在对于这件事情来看的话，他本身不太愿意去做改变，所以我们就延伸刚刚前面的钱币皇后跟就延续上个第2个的牌卡，就是教皇、钱币皇后跟宝剑皇后这个部分，就是说对方他本身其实他会有想要，可是因为现实中的因素的恐惧、害怕、改变，或者是说现实生活中一些的状况，让他会不太愿意，也不太想要去做这方面的调整。那他心里面的话，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想要被照顾的那一个部分，然后每个人要能够去跨越世俗社会道德中的，社会中的那个障碍的话，其实会有非常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素质，还有就是身边的人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看起来他身边的人大部分来说都是属于比较偏向保守型的。那如果说是比较没有保守型的话，就表示说他身边的那些人可能是比较是以自己为主，或者说以比较自己为重，就也不太会想要去特别为了一段的关系或者说一段的缘分继续的往前走往下走。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能够应该说在过往的关系里面的话，你们真的有非常的努力，其实会有蛮大的几率。那如果说你们现在只是呈现在说少断联中的人的话，这段关系要推动的几率还是有，但是会比较建议你们可能要慢慢的去推，不要马上看到今天影片就好，我要做个很大格的改变。因为这个人呢，他本身比较是需要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去对待他，去推动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真的都太急迫，太希望渴望马上改变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然后大动作的改变的话，对他来讲也会造成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一个很重的质疑，或者是说他会非常严正的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反而洋洋会建议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在对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千万记得就是不要做的太明显，就是你们要慢慢的为对方好，偶尔可以让对方知道一下你们的心意，但是就是不要逼着他做选择，因为他做选择这件事情的话本身就是非常抗拒的。所以应该有蛮多人这段关系会结束掉的话，比较不会像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如果说是突然之间发生，表示其实这件事情他已经想了非常久了，那他就是会透过慢慢的去拉远关系的距离，比如说从原本每天都会回，改成是3天才会回，后面改成是1个礼拜才会回，后面改成是半个月才会回。其实他都会找很多的借口，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借口去讲这件事情，
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是没有办法，或者说好像也是只能接受了。可是实际上呢，真的是这样吗？没有，他心里面只是因为他觉得去拉开这段关系的距离的话，可能才是对彼此之间是最好的方式。然后确实以台面中的讯息就说，真的有人去干扰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有可能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或者有可能是现实中的因素，有可能也没有说直接讲说这段关系不好，有可能是说有很多的道理，或者说很多的观念，然后去改变了他，去影响他，刺激他。比如说本来就是应该要结婚，可是你可能不想结婚，那他就觉得说好像真的应该要结婚才对，才会有个比如说才会小孩呀，或者才会有个稳定的家庭，或者说就是有那一张纸做保障，对方才不会跑掉。类似像这样的情形，就是他会一直不断有那种被社会中的世俗的压力，因为社会世俗中就还是认为说要结婚才会是最好的。对，那个就是以这个做比喻啦，你们可以去往这方面去想。比喻的方向，雅人就不先讲，因为这个有点太过于太细的资讯了。好，我们去往下看，我这边抽到的是吊人牌。那吊人牌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呢，就也很明显，就是其实对方他暂时也没有想要去做任何的动作，也没有想要去做任何的举动。就是说，在对于复合啊，或者说恢复联系这件事情的话，如果说你们主动去找对方，对方给你们应该是会有回应啦，但是可能回应上就蛮冷淡的。然后找对方的话，尽可能是要以说需要请他帮忙，或者说跟他比较这个人本身有息息相关的事情。那如果说你只是传很想他啊，或者说想问他在干嘛，或者说只想说你最近过得好吗，或者是问他最近的生意如何这种的，他不太会理你，因为这个可能只是在慰问寒暄而已。但如果说我现在最近这边有不错的案子，你看你要不要接，或者说这个可以赚很多钱这种的，他可能才会回复你，才会给你有点的回应，而且是友善的回应。所以这个人他其实目前现况来看的话，只要是可以去避免掉的互动的话，有的时候他就会去避免掉。那你要说这个人他有没有想过说真的要去找你们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有，他真的有想过。可是为什么他一直都没办法去付出这个行动？就除了刚前面提到的现实社会中的一个压力，身边人的观念上的影响，然后这是他个人呢是真的比较没办法去跨越心中那一道墙的那个门槛，虽然那个门已经在前面了，但他就是一直不愿意去打开那个门，然后他自己会用那种逃避的心态去想说，或许当时间久了之后，我会有一个想法，或者说当时间到时候，可能我就会被命运推着走，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要先想个理出一个头绪来，我要先整理出来一个比较完整的资讯之后，我再去决定我要怎么做，或者说怎么做才更好。或许透过思考之后，就会有答案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个人呢，他本身就是抱持着一种比较逃避的心态，或者说比较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是会以他个人觉得是最舒适、最舒服的方式来去经营着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缘分。所以他到底会不会想要找你们这件事情有，但是行动力呢完全是没有出来的，而且是他必须要先去解决掉他心里面的一些的障碍，跟他心里面的一些的困惑，还有一些的杂念。如果说当他决定好之后，他就是确实会心无旁骛，或者说他就是会直接的跟你讲他心中的真正的想法跟决定到底是什么。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审判哈。好，审判就意味说，只要这段关系在后面他想出来了一个他觉得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或者说他真的想到方式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勇往直前的朝你的面前走，或者说会朝你的方向走，他就也不会有任何的质疑了。所以就是明显就是知道说，你们可能真的要给对方一点时间，或者是说你们可能真的要给对方一点空间，让他有办法朝你们的方向走，或者说让他去重新思考这段关系。因为他会希望说，当他真的来找你们，或者是说当他真的做决定的时候，是万无一失的准备，或者是说是万无一失的一个决定。可是当他真的做决定的时候，那确实那个决定你们就真的再也没有可以改变的机会了。所以如果说你们是少联络的人的话，你们还有挽救的方法，就是慢慢的去
改变你们跟对方相处的模式。可是如果说你们是已经断联中的人的话，会希望说，会建议你们就是只能等对方想清楚了。如果说你们现在一直强硬着一定要去联络对方，或者说一定要跟对方有所互动的话，基本上洋洋会认为说会比较困难啦，会比较没有办法找到关系中一个好的方向，会可能结果会是让你们失望的，甚至对方对你们态度的话，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你们真的要想清楚说，自己到底是有多喜欢这个人，还是说这个人到底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你非他不可？那如果说你真的非他不可的话，你们就真的可以考虑再等等看，因为这一组的话，关系的结果还没有很明确，还是会需要点时间。那但如果说你们是就是说比较像是偏向同性向，或者是说对方是属于双性恋中的人的话，确实还需要做更细微占卜，才能够知道更细的答案。因为这边是比较以大众的方向去解牌的。好，那洋洋来为大家抽一下，在神谕卡地方，独角兽想要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好的，那首先第一张就是这个。好，那开始其实就是独角兽想告诉你们说，其实最近你们可能因为这段关系已经让你们心情上面压抑了非常的久，或者是说让你们其实心中有很多的创伤，你们都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的走出来。就是说你们为这段关系，你们心中啦很多的杂念，你们的心情完全被这段关系给带着，可能你们为这段关系已经萎靡不振好一阵子了，或者是说你们为这段关系已经痛苦了非常的久。那也感谢宇宙还有你们的信仰，把你们指引到洋洋的这个频道里面。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让独角兽可以跟你们对话，就是会希望说你们去找你们可能会觉得是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是比较能够放松的事情下，或者说你们可以看个笑话，看个梗图。那这样这边牌面的话，也可以说你们可以去跟你们的朋友聚在一起，去找比较信任的朋友，让他们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说你们可以多出去踏青啊，往外走，其实都能够去提升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一个比较负面的能量，或者是说一个比较低潮的这段期间的磁场。因为现在你们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一个快乐的欢笑，或者是说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来去让你们心里面多了更多的温暖。可能一件不够啦，要很多件，对。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寻找，反正这段期间你们都是在等待嘛。那等待期间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不如你就先把所谓专注力放在你们身上。那时间到了，或者说或许当你们磁场改变了，那或许对方就会突然之间就来找你们，因为从台面上看起来，对方是有想过要找你们，也想法上面非常的高，非常的多，但是行动力非常的没有，就是会是呈现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状态。好，我们来看到下一章。这段话想告诉你们说，你们可以专注于你们的个人的状态，也就是说，其实生命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话，它都会是一个生命中的礼物。那其实礼物的话，希望说透过你们成长，可以去帮助跟你们一样需要的人。所以呢，你们其实本身在对于说可能你们有兴趣的东西，或者说你们的生活中领域，或者是你们的工作上面，你们是非常的有天分的，你们也是非常的能够去做分享这件事情上。所以独角兽会希望说，你们或许可以先将专注力放在你们自己的身上。那你们呢是非常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帮助跟你们一样需要被帮助的那个人，或者说那个状态那个导师。所以希望你说你们可以去好好的利用你们自己本身最好的那个特质去帮助身边的人，然后当别人对你们说谢谢，或者说当你们是以同样角度去跟对方分享你们的事情跟状况，说你们帮他做分析的话，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在看到跟自己一样的那个状态，或许你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思考的想法出来。好，那这边我来看到在这张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其实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是最好的，反而你们就是没有去做任何其他太大的动作，就是为了这段关系你们没有去做太多的动作的话，
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去推动这段关系，然后再就是你又去推动你们在自己的人生之中的一个的方向，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宇宙呢，它让你们这件事情发生，也是为了希望说你们能够有所成长，是能够变得有所不同。可能以现在的你来看的话，会觉得有一点荒谬，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答案。但是其实只要等待时间到的时候，你们会去感谢宇宙让你们发生这件事情，可能有更好的人选，或者说会让你们变得更好的那个样子，或者是说你们本来是经济状况不好，或者说为了这个人投入非常多的钱，那或许只要在这段期间断联了，你没办法再给对方任何的一毛钱，那反而会让人发现说，其实钱比人更重要。就是说，比去照顾他来看这件事情的话，照顾你们自己可能会是来得更好的，然后去提升你们自己本身的物质上的生活。就是为了一个人，你们不断的伤心难过，然后一直不断的去贬低了你们自己，其实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你们是值得被爱的，你们是非常的有能力的，或者说你们其实是非常的值得去给更好的人接受，更好的人去爱戴着你们。也希望说宇宙所让你们去经历到的事情的话，你们之后走出来可以去帮助跟你们一样需要被帮助的人。每个人都是很有天分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很特别的，所以也会需要有像你们这样子这么有力量的一群人，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给予你们的讯息。那如果说以上讯息对你们有帮助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的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再看看说验证牌地方，在你们眼里或在你们心里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然后来为大家抽牌。好，这边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第一张权杖2，权杖2的话，在你们的眼里的话，你们会觉得说对方他会是还蛮能够去掌握好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平衡，或者是说他就算是追求他自己所想要的事物上的东西，或者是说他的目标、他的梦想的话，他也是能够把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自己的生活，也能够把它打理得非常好，或者是说也不会去影响到他目前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点忙，或者是说他是有点太过于专注在他的自己的目标，或者是说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理想之中，比较不会去考量到，或者是说比较不会因为受到身边的人的一些的话语影响到他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决定。好，然后再来就是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有时候你会认为他好像也比较是不会为你们这段关系做任何的决定，或者说做任何事情上，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他好像有的时候太过于想要去把这段关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有人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有点冷漠啊，可能会有一点的冷淡。好，那我们就往下看，然后再抽到的是太阳牌。好，那太阳牌的话就表示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会认为其实他这个人呢，怎么大家都好像今天都是比较正向跟积极。那如果撇除掉正向跟积极的话，就表示他在对说很多事情上面，他会真的是专注在说他个人的生活之中，或者是说他个人的这个状态里面，他比较不会想要去做任何的改变，然后他这个人会比较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然后他对很多事情上面的话，他的想法上也不会想得太细腻，也不会想得太远，他会比较是以现在当下的状况，然后去做任何的调整，去做任何的就是说如何去调整他自己可以变得更好。然后在关系之中的话，
在面对于你们，他这个人他会尽可能的表现出最好的那个样子，他也比较不会去因为你然后去做什么，或者是说也不会为了你然后去把他自己变得如何。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认为这个人呢，他太过于以他个人为主，或者是说他好像很多事情都只想到他自己，其实也只是因为他这个人想法上面是属于比较单纯的，比较不会想的那么的多，所以难免就会认为说，诶，这个人他有一点太过于去把他自己变得那么的糟，或者说他也不会想要因为任何人去调整他自己的风格，他就是会比较以他个人的状态为主，所以也很明显的知道说，你们要改变这个人的话，通常也比较困难，除非你们过往跟这人相处的时候，你们给他的改变是真的是为他好，或者说他觉得你们是真的能够带给他更好的未来，或者说更好的想法的话，那么他就会愿意多跟你们相处。那当然，如果说他觉得你们可能有点个人的私心的话，他就不会去理会你们，或者说他可能就会表面上敷衍你们，因为其实他这个人本身不喜欢关系上里面有任何的冲突，他喜欢大家好来好去，或者说大家每个人都相处的蛮不错的就好了。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国王。那钱币国王呢，就代表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他个人应该说是先以他个人为主，以他在你眼中，他这个人就是真的可能很爱赚钱，然后很重视他自己的物质生活，或者是说很重视他的工作上的表现，或者是很重视关系中的一个稳定度，或者是说关系里面是不是能够给予他带来更多的安定跟安心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一段关系总是一直不断的在吵架，或者是说有争执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做什么，或者是说他可能反而就会有点想要去逃离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也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可能一开始会希望他可以为你们做什么，然后有一些争执或者说有一些不愉快，那对方当他反应了之后，你们也发现到说关系好像有点变差了，所以你们就也开始不断去调整你们自己的方法。所以很明显就是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可能在对方身边真的待了也蛮久了，然后你们也得到对方蛮多的信任，所以你们本身也会愿意为了他，或者说为了这段关系而做一点改变，或者是说多做一点努力，比较不会愿意去调整你们之间。说比较不会去特别要去改变这段关系，而且有时候你们可能会去顺着他的毛摸，或者是说会去顺着这段关系继续走，然后这个人他也不太喜欢被别人给照顾，他是一个还蛮独立的人。如果说你们觉得你们真的有照顾到他，然后他有很享受被你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通常是因为刚好那个人他的状态是处于在一个比较低迷的时候，或者说他比较没有心思去感受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他就会就随便你了，然后或者说就让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比较没有去特别的去纠正你。可是如果说这样一个状态一直维持下去的话，他会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不喜欢被别人一直过度的呵护照顾，或者说别人一直来去待在他身边，他会觉得这部分的话是比较不是他想要的，因为他本身会比较希望是由他来去照顾别人，或者说他给别人一个家，或者说别人给对方一个安定的感觉。这就是以上呢，在对于说你们眼里或者说你们心中所感受到对方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在这段关系中的话，他在对于说要不要主动来联系你这件事情，他的想法又会是如何呢？好的，那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我们来看看对方他在对说主动联系你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好，首先花王这边抽到的是权杖皇后，那看起来蛮明显，就是其实这个人他内心里面呢，他非常的想要联系你们。那或许他的生活中真的是有一些是他比较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或者是说是他真的没有办法马上去解决的事情，所以现在你们俩之间
他要主动来联系你的这个想法或者说这个状态的话，是正在努力的酝酿着，所以他会认为说，如果这段关系真的要去重回，或者说要再次恢复有联络的话，他会比较希望彼此之间是真的都准备好了，或者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能够去重回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过往。那并且可以知道说，有可能在对他来说，你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会认为说，这段关系之中，或许也是因为有了你，他的人生里面确实才也多了另一个风景，或者说不一样的色彩，所以呢，他会还蛮渴望可以跟你们之间有更多的互动，或者说可以跟你们之间有更多的交流。那在分开这段期间的话，他曾经也对于说这段关系，他有很多的迷惘之处，或者是他有很多让他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的这段关系。那随着慢慢的都没有联络的这段期间，他也终于想到了，或者说有理出了一个思绪，那并且也很明显知道说，这个人他还蛮渴望去努力的改变他自己，所以有可能在你们过往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一定有对自己的某一个的状态，或者说他自己的某一件事情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说他希望他能够去好好的改变他自己。所以呢，他会主要希望说，如果说他真的有一天回来找你们的话，他会希望他自己是完全变得不一样的样子，或者是说他把他自己原本那些他觉得是缺点的那个地方，是能够的重新去面对着你们，重新的去好好经营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也可以知道说，不管这段关系曾经是谁来主动提出分开，还是说是由谁来去否定掉这段关系的未来的话，那现在他就是非常的后悔，他曾经是没有好好的把握住着你们，或者说没有好好的去掌握好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未来的方向跟发展，所以看起来明显的知道说，这个人他真的心里面现在呢，他非常的想念你们，他也很想要来主动找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赢者，好，那赢者呢，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对方的话，或许就刚前面提到的，现在他的状态真的没有到很好，所以呢，他还在想说，他该如何去怎么做，或者说他要变成什么的样子，他才有办法。所以现在他是正在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是可以赶快去恢复这段关系的话，还是会建议你们先等等。先缓缓，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之下，如果说你们就马上的去联系他，马上的一直要让这段关系重回到你们曾经所热络的那个状态的话，基本上是比较困难，甚至呢也很难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是还没有是可以做这样子的话，那么就很难可以去完成，或者是说可以很难的去跨越你们心里面的一些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事情，因为他就还没准备好，那你们又要急着去回到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基本上呢也不太可能有办法。那如果说这段关系在恢复联系之后，又会再次的重回到曾经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是对彼此双方来说是比较没有意义的，所以他才会希望说自己能够在改变了之后，或者是说自己在确定好了之后，他再来找你们。因为看起来这个人他在对说要主动找你们这件事情的话，他在他的脑海里面是已经盘旋非常的久，甚至这个人他应该也都有在偷偷的、默默的观察你们，所以如果说你们都只有收到对方，比如说在社交软体上面的赞啊，或者说都有去观看你们动态的话，就表示对于他来主动找你们的这个的时机点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他的心态的话是已经有越来越调整好了，所以如果说是真的这样的情形的话，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再给予对方更多的时间。或者说你们可以主动的去在你们自己的社群软体上面去分享你们的生活，让他可以去多了解你们现在到底过得如何
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真的都没有社群软体上面的互动的话，就表示说可能还需要花更多时间去等待这个人，因为他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厘清好他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或者说去厘清好他们心中自己真正的想法，才有知道说要怎么去跟你们这段关系上，因为有可能接下来关系中的相处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动，或者说跟原本你们所期待上面的话，会有一些的不一样跟落差。那当然有可能会让你们美梦成真，那当然有可能会让你们会有点像是往后退。那但这边都是不确定的，都要看到最后他的想法会是如何，或者说他理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绪才会知道。然后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侍者，那如果说是在圣杯侍者的话，就表示意味着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很希望说可以重回到过往，这是一定会，重回到两个之间最美好的那段时光，或者说两个之间相处上面是最轻松、最自在的那个时候，这个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呢，他的现在目前在对说关系上的和好的话，他的方向也是一样，他会希望两个人之间未来的关系是能够非常的和谐，并且两之间的关系是能够相处的很好，不希望说两之间当再次复合的时候，或者说当再次联络的时候，又再次发生同样断联，或者说又再次两之间有相同的争吵，因为这段关系会走到现在这个局面，也一定是因为那个事情是真的都没有个共识，或者说那件事情可能真的也去影响到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发展。那对他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或者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他也比较不希望去再次发生的，他希望两之间未来的话是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那但是更好的方向的话，一定是需要两之间一起共同去努力。所以呢，他会希望等到他再次主动来找你们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调整好的，你的状态也是调整好的，两之间是能够心平气和的去重新去思考，或者说重新去找出一个对的方式，或者说正确的方向来去处理好，或者说来去面对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呢，他现在如果说你们是问感情中的人的话，看起来啦，对方好像对你们是还蛮有感觉，是至少是有到在意的程度。我们先是以现在在第一个 tempo 中所看到的，因为后面还有两个，还有对，还有两个可以去看。所以以目前现在第一个来看的话，至少在对方心里面，除了很重要之外，他也是蛮在意你们，所以你们本身这个人对他来说是依然呢，还是有一个巨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你们不仅是产生着好奇，然后也很在意你们，还是依然的会很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推进的。所以如果说你们是问比较少联络的人的话，可能会建议你们可能要多观察一下这个人，他到底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中的期待是什么。那这边比较否是在对于说给予可能断联已经有1个月以上的人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因为对方他是很想念你们。那如果说是比较少联络的话，你们要再多观察这个人，也不代表说这个人他非常想念着你们，因为看起来是至少你们双方之间的关系的话是蛮不错的，是比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跟困扰。所以我们还继续往下看后面的讯息会给予你们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好，我们来看到选到第2张牌，我们今天抽到的是权杖3，哇，你们都是权杖，你就知道对方他到底有多么的想要见你们。好，那权杖3在这边说，就确实其实对方他在对说想要去主动找你们，或者说是主动想要去修复好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的想法上面是蛮多的，然后他也是心里面还蛮渴望这段关系是能够往一个好的方向，或者是说适合的方向，对的方向去发展。那当然另外一个权杖3意思也可以表示说，有可能对方他后面会不会就决定说他要反悔，或者是他就想要往他人生自己的方向走，这个也是在包含权杖3本身这个含义上。不过因为权杖3呢，它这边的话本身在对说一定要去行动的这件事情的话，依然呢程度上是蛮低的，比较多像是慢慢的行驶，或者说他已经有准备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上，所以看起来啦，他的观望上程度上来说还是属于比较高的。不过看起来是
三组里面这一组的动作的几率是最大，然后那个时间点也会是最接近的，所以意味着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应该在不久之后，有可能你会收到关于对方的任何的消息，或者是说对方确实就会主动的来找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呢，也会蛮希望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你们还不要去放弃掉这个人。可是目前如果说是依照这4张牌来看的话，通常是只有到在意的程度。你们要说他回来找你们是一定要关系上面有什么样的进展，或者是说要有着什么样的承诺的话，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困难的，或者是说也比较不容易可以得到对方他的承诺，就只是单纯在于说他会想要去多了解你们现在在干嘛，或者是说他还是会想要去让这段关系两个人之间是可以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去相处，或者是或许啦，他这个人本来就也不太喜欢关系上面是有一些的裂痕，或者是说会有些的不开心，难免这个人他在关系中会有一种比较执着，就是如果说他觉得跟这人之间特别的投缘，或者是说蛮希望跟这人之间可以保持着联系，可是他可能把对方只当成朋友，可对方却只想跟他当情人的话，他就会想尽各种的方法去说服对方，这会是在他本身个性上面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他认为说关系中是可以去改变的，就是说可以强求去改变，但是其实当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真的要去把它变成朋友之间的关系的话，本来就比较困难。那如果说他真的觉得关系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做，他体认到、意识到，可能真的没办法改变的话，那确实他就会宁可选择去放下这段关系。这是在他本身现在心里面的，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状态，或者说他本来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要重回到说原本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里面究竟是在讨论着什么样的一个承诺的程度，那就会去可以。你们就可以去把它做一个带入。好，这边抽到的是宝剑4。好，宝剑4意味着说，可能在对说行动这部分的话，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嘛，他的行动力本来就是相较于说会稍微偏的有点低，就是在于说他还是会去考虑说该如何去经营好这段关系，或者说当这段关系重回的时候要怎么做，才有办法让两人之间相处上面都会比较好。所以只要当他愿意去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呢，关系上就会来的能够去快速的加速这段关系的一个前进。然后再来就是现在他会有一点去刻意去忽略掉你们的任何的感受，其实他心里面是知道你们的状态，或者是说你们的心情到底如何，可是他还是会尽可能的让他自己可以以站在比较中立的角度，或者是说比较不会去影响的那样的立场，因为他也会害怕他自己是不是会做出一个错误决定，或者说他会用一些比较不对的方式来去跟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有所进展。所以呢，现在目前他如果说你们主动去找他的话，无论是任何可能需要他帮忙事情，还是说你们有多想他这类的话，基本上他就是也不太会去理你们，或者是说他给予你们的回应的话，通常会比较淡。所以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是本身比较少联络的人的话，可能要留意接下来这段关系即将会面临到断联了。那如果说是本来就已经在断联中的人的话，你们就可以先维持在目前的这个断联状态。其实只要，因为他现在是属于在装睡的情况了，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这段关系是有一个进展的机会的话，建议是先依照他个人的态度、他个人的想法去。因为宝剑四这边的话呢，如果说你们去越去逼迫这个人，他就反而会越去忽视掉你们。那你们等他的时间本来是已经可能快要到，让他想清楚，然后你们一直去找他的话，就会一直让他想要去推延，或者说去延迟可能想要跟你们联络的这个想法，因为他就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可能彼此之间还需要更多的空间啊，或者说更多时间去理清，或者是说去思考一下。
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三，你看再一次的权杖三又出现在我们的牌阵之中了，所以就可以明确知道说，其实真的只要等到他想清楚了，或者是说他能够去跨越了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反而是能够让这段关系重新去思考。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最好的、最坏的，其实他都已经有思考过了。所以因此，在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他一定会回来找你们的话，不得不说，我们这边出现了在这张权杖三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说，看一架飞机，他看着他离开，所以就表示他是有考虑过说，还是这段关系就是维持在现状，或是说让两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结束掉。那如果说我们本来就是远距离中的人的话，可能结束掉几率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在相同的城市，或者说类似的那种生活圈、工作圈的话，那个领域的圈子的话，那其实他重新回来找你们几率当然就会比较高一点。对，如果说远距的话，那个分开几率就比较高。对，所以就是说要看说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他会希望说，在这一段期间的话，他可以先好好思考一下，接下来他应该要怎么做，或者说接下来他应该要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说这段关系，才会让彼此都会是最好的一个情况。要不然他也会蛮担心双方之间在还没有真的决定好，或者说还没有完全的去意识到这段关系的程度的话，就贸然下决定，其实会再次的重蹈覆辙。那这个的话，他也是会蛮希望说，可以的话，大家还是要好聚好散，要不然就是可以都一直长期的稳定相处在一起。因为我们目前从台面中所看到的讯息就是，除了圣杯侍者之外，其他呢都是在偏向于说心理层面的这些的牌，所以对于说有没有说到很喜欢你这件事情的话，真的也没有。目前看起来比较像是真的很在意着你们，或者是说目前看起来是蛮对于说彼此之间这段关系的话，他还是会想要再相处下去，或者是说还是会希望往一个比较长远的方向去走。所以在对于说要不要回来找你们，一定要交往这件事情的话，台面这种讯息是真的还没有那么明确。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组，第三组，例如说第三个的步骤的牌是什么，看看说有没有这个转机的机会。好，我们来看看抽到的是钱币，哇，你们就是钱币跟权杖。好，那钱币狮子的话，就表示说关系之中他真的也没有想的那么的多，他依然呢还是会考虑着继续可以让这段关系往下走，或者说是可以往着更深远的方向去走。那目前以台面中看起来的讯息，就是比较偏向于说是有复合、有复联就好。那要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也就是说，要不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基本上他没有想的那么的多，或者说他也比较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所以会比较建议说，你们可能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就是主要先去维系好这段关系，那才是会最主要的。那但对你，如果说对有的人来讲，如果这段关系真的要就是要恢复联络，但是又是当朋友的话，那又不想要。那你们就可以真的是自己先放下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执着，因为对他来讲，他这段关系真的要往更深一层去当另外一半，正是因为以台面这种讯息目前来看的话，是真的也没有，他比较多像是先想回来的时候先想要当朋友就好，然后先想要让两人之间的状态关系上没有那么的尴尬，或者是也没有到弄得不好。所以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真的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话是真的蛮重要的存在，然后他也是还蛮渴望说让这段关系是可以在一个有恢复联络的这样的想法。因为可能是因为他身边还没有出现类似像你们这样的人，会让他如此的挂心，所以他自己本身对说这段关系他也有他自己的执着点，只是他的执着点可能跟你的执着点有点不太一样。
你们执着可能会希望可以跟对方交往在一起，可是他的执着只是在于说两人之间的相处不要到那么的不好，还是会希望说让这段关系是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方向，或者是说稳定的方式去发展彼此之间的这段缘分。对，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最近的生活没有到那么的顺遂啦，或者说他现在身边的人没有人跟你一样是那么的懂他，所以他才会一直不断去想着说，如果说你在我身边有多好，或者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那如果说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跟我讲这句话？怎么样去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也很明显，就是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对方他至少是真的放不下你们，可是两人之间在对说未来中的想法的话，也很明显的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来看到说，就接下来的补充牌，可以来看看探索一下他的想法，还有什么样的心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抽到第一张是魔术师，所以很明显就再次验证说，表示这个人他会真的很希望，如果说这段关系是真的要重新回到原本，应该说重新再次恢复联系的话，他会希望两个人之间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是一定要有个共识的，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他会觉得用新的模式、新的相处的方式，可能才会是对说这段关系是更好的方法。那两人之间如果说要跳脱原本的相处模式的话，那确实要透过断联的方式，这才会是让两人之间都会愿意各退一步的方法。因为如果说当两人之间都一直在关系之中，要马上去改变，或者说要慢慢的去改变这段关系相处的方式的话，基本上本来就很难，因为反而就会觉得说，对方为什么这么做，然后那个情绪就会一直在那个漩涡之中，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可以走出来，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用比较中立的态度，或者说中立的方式去看待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进展。所以因此呢，对他来讲，这段关系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希望双方之间都是可以用轻松的方式，然后愉快的态度来看待。然后因为在魔术师这张牌的话，本来就是一个属于比较多大变动的一张牌，那我们这边又抽到了有2张的侍者牌，所以表示说这个人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的话，他就真的没有想的那么的远，他比较像是以活在当下为主，或者说是以两个人之间相处愉快，那才会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这段关系是真的一定要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或者是说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的话，那个承诺他反而会有点惧怕，或者是说他也比较没有往那方面想的时候，其实你们就也很难可以去推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比较不容易能够把对方的注意力放到你们的身上。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双方之间其实会希望说，可以先维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先让他想清楚。因为如果说你们真的没有让他想清楚，一直不断的去逼迫他的话，那本来关系是有机会，确实也很难可以有一个进展的可能性。所以关系中要去能够面对到这种孤独的孤寂的感受，或者是这种有点不甘心的话，也可能是在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好，我们来去看这一号我抽到的是宝剑3。好，那宝剑3呢，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也很害怕再一次的失去了你们，或者是说他也很害怕再次会让他自己感受到心痛的感觉。然后这个人他或许性格上面的话，他虽然表面上让人感觉到可能非常的正向，或者是说是非常的乐观，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的不喜欢关系之中是有分离，或者是说是有争执、有吵架、有悲伤，或者是有任何的不愉快。因为在他的心中的话，他很希望说每一段缘分、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然后可以让大家相处
的时候是能够很顺遂的，或者是说是能够很快乐的，就是不希望关系之中是有任何的争执，或者说有任何的不愉快。所以呢，也表示这个人或许他在面对情感上面的事情的话，是比较像是小朋友，或者是说他或许比较不懂得如何去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要怎么以成熟方式去处理的话，他也没有这么想，他也可能很难啦。或许是因为他身边的人带给他的想法就是说，及时行乐啊，或者是说及时去做某些事情的话，那才最重要，或者说去享受关系中的当下，那可能才会是最适合的。有时候一段关系如果真的想太久远的话，不仅会造成双方之间一个很大的压力之外，也很容易让自己去判断错误。对，与其说要马上去决定一段关系，那不如先慢慢走，因为他也怕马上决定了，或者是说下错误的决定会耽误到彼此的一生，或者说去耽误到彼此之间可能可以遇到更适合的人。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人目前上来看，他的行动力有，但是负责任或者是说去承诺的心态是没有的，所以就看你们要如何去面对，或者说去面对说这段关系所可能带给予你们的启发跟想法。因为看起来其实你们应该听到现在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就觉得说这段关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或者是说到底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让你们再去重新回到这个人身上。那当然每个人面对于爱情的想法本来就是不一样，所以你们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到底这个人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们觉得关系里面他回来的话一定要跟你们在一起，那会建议你们说尽可能的去放下这个执念，然后去试试看有没有比他更适合你们的人。那如果说真的你们对这个人也还好的话呢，那你们就可以去刚刚所提到的先去找看看有没有更适合你们的人，可能才会是最好的方式。好，然后再就是说独角兽就会建议你们说，其实你们可以和你们身边的朋友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生活的近况啊，或者是说你们现在生活周遭可能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们在感受是什么样子。那但这边朋友的话不一定是指说你最好的闺蜜，因为如果说有的人可能没办法跟闺蜜分享，那你们可以跟比如说点头之交，或者说你们觉得是可以值得信任的那一个人跟他分享。对，所以这边跟朋友分享的意思呢，并不是只说某个特定的朋友，或者说也不是一定要只说你的闺蜜。有的时候反而对于说这段关系没有那么理解的，或者说比较不知道的人，当你们去诉说你们的状况跟你们的感受的时候，其实他或许反而是比较能够以站在一个最中立的角度，或者说是以站在一个第三者角度，能够去更加的看清楚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能够给予你们最恰当的建议，或者是说会让你们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边我所为你们抽到的这张独角兽的圣谕卡，就想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心里面所想要希望发生的事情的话，它可能也很快就会到来了。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嘛，这个人他的行动力非常的高，那只是他会觉得可能需要更多的验证，或者是说还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去思考一下，他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说这段关系。所以其实只要当这个人他能够把他自己心里面想法是想好了，转换完成了，或者说能够把他一直来打的那个结去思考清楚的话，其实这个人他要去回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几率是也蛮高，然后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所以还是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再给对方一点点时间，说不定在过不久之后对方就会来找你们了。好，我们来看到就是在兔子的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其实在面对于现在目前的生活的状况的话，你们要给予你们自己更多的信心，或者是说你们要对于你们的生活要重新去思考一下，你们到底真正的想要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当我们没办法去诚实面对于自己内心中的感受的话，其实会继续活在你们自己所谓的舒适圈跟安逸圈里面。然后如果说对方真的回来找你们的话，也会建议说你们可以诚实的和对方讲一些你们内心中感受，或者是说你们的想法。因为
诚实的交流跟诚实的交谈的话，其实会能够去反而能够去让彼此之间更加的了解彼此。因为如果说当一个人太过于去把一个感受去过度的隐藏的话，反而会让这段关系是没有可以进一步的机会，或者是说会错失让对方想要去了解你的这个可能性，那就会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推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给予你们的讯息。以上呢就选到这组牌图的资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